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说一部老带新的奇葩电视剧《后浪》。之所以我说它是奇葩电视剧吧，是因为我看了几集之后，发现这剧的槽点多到没有一集是不让人吐槽的。而且吧，我本人也最烦这种外行啥都不懂，张口就来的剧。当然，老车本人也不是内行，不过能让观众这些外行都看不过去的剧，你告诉我这剧得外行成什么样了？说实话，这电视剧的演员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顶多也就是赵露思还是一如既往的沿用她大大咧咧的吃货人设，有些让人审美疲劳了。虽然说我承认她戏路比较适合演这种人设，演的也挺放得开的，但总这么演，你戏路不是越演越窄吗？我不知道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啊，反正像他这种青年演员，例如赵今麦、关晓彤这样的，现在都在极力的摆脱自己身上的固有标签。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演一种人设，至于其他演员也一样，演的也挺不错的。反正这种剧本你演的再好，也就是那么回事了。剧情都已经烂成一坨了，咱们还在这纠结演技，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所以老车也不讲废话了，咱们干脆直奔主题来聊聊这剧的剧情。其实呢，故事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中医老任，本着发扬和传承中医文化为目标，辞去了中医大学的校长职务，打算自己办一个师承班，让更多的普通人也能加入到中医的队伍中。不仅如此，咱们这位中医老任呢，还要自掏腰包给学员提供食宿，即便别人赞助都不行，就非要自掏腰包。当然，可能有的人感觉这段剧情有点夸张，吴刚这里好像演的跟个圣人似的。可说实话，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咱们吐槽电视剧吧，也不能否认有这种极个别的熟人存在。别说老任这种人了，在戈壁滩上植树一干就是10多年的人，也不是说没有。咱不能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就说别人也做不到，对吧？所以说剧中老任这么舍己为人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我有一点没弄明白，他弄这个师承班为啥要辞去校长这个工作呢？按道理来讲，你在中医大学当校长更利于推广中医文化，无论是培养中医方面的人才，还是搞中医课题的研究，都是职责内的工作呀。行，就算你不想借公家的资源来推动中医文化，那这么大个中医事业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呀。你想想，当年民国提出废除中医的时候，那也是全国的中医学界相互奔走演讲，以当时为首的中医泰斗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他们几个用自己的医术说服了当时的国民政府。你就算吧，当时时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，当然那时候他还没当汉奸呢啊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这不因为当时他老丈母娘拉力气，汪精卫呢就找了当时国内所有有名的西医，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看好他这病的。于是汪精卫的下属啊就提议让他去看看中医，正好就找到了当时中医学界的泰斗人物施金墨。结果谁都没想到，一剂药就把他老丈母娘的病给治好了。当时汪精卫的岳母都看傻了，甚至那时候的报纸和杂志上都帮着报道。最后汪精卫也是没招，迫于舆论压力，不得不终止废弃中医的行政案。所以说，中医文化是仅凭你一个人就能传承得了的吗？别说你了，当时民国4大中医里的汪逢春，人家一边当着国医职业工会的会长，一边还在天安门内侧的小房里开办讲习班呢。你个校长咋的，这点事儿都干不好啊？而且这些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这剧中张口闭口的传承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，咱不光说的是中医，所有学科都算在内。我想问问，传承到底传承的是文化和技术，还是传承的是血统？我想只要是不拿中医里的曼陀罗当饭吃的人，都不可能说是血统啊。你想想，如果要是血统的话，北京的同仁堂和南方的胡庆余堂早在民国的时候就黄了，还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吗？而且当时民国的4大中医，不信大伙儿你可以自己查查，哪个不办学堂和学校啊？这剧里还什么师承班，必须要找到名医的后人，真的100年前的中医都不这么干了，你这操作属实是给我干笑了。要不咋说，按照编剧的逻辑就是啥呢？为了不让中医正统这一脉断绝，就必须帮助名医的后人学中医，到时候什么李时珍的后裔啊，孙思邈的后裔啊，扁鹊的后裔啊，华佗的后裔啊，都得来他这剧组报名了。不然你想，按他这逻辑，他们这脉不就断了吗？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孙头头一定会成为江氏真派传人。说实话，我倒不担心这些人来了之后的食宿问题，毕竟咱们任校长都说了外卖广告。但是我吧，主要担心一点，你说这来了一个名医后人就拜一下子，来一个后人就拜一下子，咱先不说宿舍扩建的事儿，你这腰间盘他也受不了啊。当然说到这剧中的名医后人呢，就不得不说到这里面的女主二头。虽然说这个人设在网上比较有争议，说他什么演戏有些过了，不仅爱管别人的闲事儿，送个外卖还能和人家买家打起来，这剧情属实是有点太悬浮了。确实这些问题吧，要是放在现实里好像
像的确不怎么能遇到，我也不否认有这种热心的人。不过我有一点倒想问问编剧啊，你说女主从小就无父无母，被送去了福利院，本身就是在底层生活的年轻人，你要说她本性善良，就是爱打抱不平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她遇事总这么冲动暴躁，你告诉我她这20多年是怎么在社会上生存的？你说福利院有老师和院长管行，那他步入社会以后也是这样，怎么可能呢？说白了，这是剧本冒出来个冤大头老任，帮他掏了10多万赔偿。如果要是没有老任的话，你告诉我这剧本怎么往下编？这玩意儿你研究人设得站在角色的立场上编剧本啊！而且受教育程度低，不代表女主就是个办事不长脑子的傻子。在社会上，越是像女主这样的人，她的阅历和人情世故就越比同龄的孩子要懂得的多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。为啥咱们老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？这不是咱们随便瞎编的。而且咱话又说回来，老任这边开师承班也行，但为啥要找一个中医上啥不懂的中医后人来做传承人呢？咋的，这玩意儿还讲究血统啊？真的，如果说你出于道义想要帮助名医后人改变他生活窘迫的现状，我都不说啥了。哪怕你自掏10万块钱赎女主想当圣人，我都认可。咱退一万步说，甚至你供他读书，让他学自己喜欢的专业都行。但我就没看明白，你为啥非要逼着一个毫无基础的女孩去学中医呢？咋的，国内没人了？说白了，如果他这样不想学的人都能天然掉馅饼，别人搭10多万块钱求着他学中医，那你让那些热爱这个事业的人在中医路上寒窗苦读的学死怎么看呢？当然，咱倒不是说女主没学历就不配学中医，但关键是人家女主就不想学这东西，你硬逼着人家学，有这人力物力，你为啥不去培养热爱这门行业的人呢？你传承的理念到底是啥呢？咋的，就因为他是名医之后就必须得培养他呀？真的，如果按照编剧这理解，今年4月份逝世的国医大师、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吕仁和，当年根本就不可能拜施金墨老先生为师，更不可能手把手的教。说白了，都传给世家子弟了，还哪有外姓人的事儿啊？还什么女主在中医馆的这些前辈面前论资排辈儿，你说你这不搞笑呢吗？迂不迂腐啊？而且不光是女主，她这里面有个女学生比女主还逗，就是这位女律师。说到这儿，我先插一句题外话啊，如果不是看演员表，我真没认出来这位大姐是当年御姐范儿的张萌。远的不用说，和16年变化都大太多了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当然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演的这位女律师，因为看见被告被自己诉讼弄得急火攻心，倒在自己的面前，居然直接就开悟了。不仅律师的工作不干了，还打算来师承班当医生悬壶济世。你说你这不扯淡呢吗？我承认这世界上绝对有因为律师的事业压力改行的人，但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念之间就能改变的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都需要做铺垫。你想想，你学了几十年法律，都博士毕业了，怎么可能因为1、2个人改行呢？而且说到博士，这位大姐也逗，人家中医面试让她填登记表，这家伙谱摆的比谁都大，好像她是女主似的，别人是求着她来学的。最后可能登记这哥们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怼了一句自己是医学硕士。结果这位大姐可倒好，直接把自己法学博士的 title 亮出来了，都给我干不会了。哎，我说大姐，人家名义上虽然说是硕士，但人家好歹也是专业领域内的人呢。你说你一个法学博士在这秀啥优越感呢？这就好比什么呢？你是一个 NBA 的职业球员，结果突然有一天说你不想玩大球了，跑到国内一个省的乒乓球队里应聘队员，然后还要拿出你在 NBA 时的战绩在这秀优越感，你告诉我有啥用？说白了，都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，你有可比性吗？而且最让我不能忍受的就是这剧在知识层面上也到处误人子弟。别的不说，就说男主老任领着这些学生出去采风这段，你说你踏青采风就踏青采风吧，结果非要领着学生捡羊粑粑蛋。咱承认古代的中医里面确实有这类中药，可你咋不寻思寻思古代的羊吃的是啥，现在的羊吃的是啥呀？说白了，古代有饲料吗？古代的羊得病了给羊吃抗生素吗？这玩意儿你不能随便捡一个羊粪就说是药材吧？再说了，常年吃饲料的羊拉出的羊粪和古代纯天然青饲喂出的羊粪，你告诉我是一个东西吗？你不严格把控质量就敢回去给人家当药？哎，你说这编剧是怎么想的呢？这不可能他这里面的学生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，于是就问老人说，你这么随随便便的弄一坨羊粪回去，是不是对患者太不负责任了？应该检测一下再入药吧？结果你听听老任是怎么说的啊？那你们喜欢喝的猫屎咖啡，每次检测出来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吧？不一样吧？
哎，我说大爷，咱先不说你这谬论对不对，关键是你这例子举的也不对劲儿啊。哎，我问你，猫屎咖啡是干啥的呀？那顶多也就是个热饮，就像东北的酸菜似的，腌制不当，里面还有致癌物呢，咋的？你天天吃啊？这说到底不也就是个食品卫生问题吗？要论健康的话，辣条都比它危害大。而咱话说回来，你减羊粪是干啥用的呀？那是回去治病救人的，是要拿来入药的，这俩玩意儿能相提并论吗？你这说白了不是误人子弟是啥？而且最招笑的是还说什么呢？龙涎香是什么抹香鲸的粪便？真的，这话抹香鲸听了乐不乐意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这话说完了，倒是把我多年的便秘给治好了。哎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哪个老师教的你说龙涎香是抹香鲸的粪便呢？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瞎说。咱得承认，龙涎香有一部分是从抹香鲸的体内排出去的，但那可不是抹香鲸的粪便。众所周知，鲸鱼的粪便常规状态下都是液体状的，根本就不可能排出龙涎香。当然，这里老车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龙涎香。其实通俗来说，就是因为抹香鲸的换气时间比较长，一次性在水下能潜伏1个小时，所以它就能捕食深海的大型动物，例如大王乌贼，就是6、7米长、好几百斤的那种乌贼。而这种乌贼的嘴上吧，有一块很大的硬骨，因为抹香鲸吞下去之后，长时间在鲸鱼体内消化不了，所以就形成了类似结石状的这么一个东西，最后经过腐蚀消化变成了龙涎香。它呢也是制作香水的主要原料。不过它吧可不一定是通过体内排出去的，这只是很少一部分鲸鱼这么干，有的抹香鲸其实也从嘴里吐出去，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抹香鲸都会产生龙涎香。可能大伙儿不知道，不同海域的抹香鲸它们吃的东西和语言系统也不一样，有的只吃小虾，有的只吃小鱼。说白了，只有特定海域靠近南极圈的抹香鲸才会捕食大王乌贼，才会产生龙涎香。所以你说剧中老任这话误不误人子弟吧？其实别的倒没啥，主要是这玩意儿你说出去让人笑话呀。你要说老车这样的观众平时和大伙吹吹牛，说话不严谨也就算了，可你一个搞学术的说话都这么不严谨，你怎么教别人？都说你剧中表现推广中医文化难，这剧情你说能怨得了别人吗？反正我不知道真正的中医朋友看见他这剧来不来气。当然我估计真正坚持在中医岗位的人也没有功夫看他这剧。所以要我说，下回再有编剧碰这种专业领域，你多少还是得做做功课。而且你得记住，在全世界各地开中医馆的人靠的绝对不是你是哪家的传人，而是你本身就有过硬的技术和口碑。咱大伙只不过是不了解中医文化，又不是蠢。行了，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